此外，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8号与到访的印度外长苏杰生在莫斯科举行会晤。会后，苏杰生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印俄关系稳定且久经考验，印度将继续购买俄罗斯石油，两国还将扩大贸易关系。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未加入西方对俄制裁的印度多次大规模买入超低折扣的俄罗斯石油。印度教徒报称，印度今年从俄进口石油量增加20倍。另据俄新社报道，俄罗斯在10月份每天向印度供应94.6万桶石油，占印度石油进口总量的约22%。俄罗斯已经超过沙特和伊拉克，成为印度最大的石油供应国。英国独立报称，印度的西方盟友正密切关注此次访问，他们对俄印双边贸易不断增加表示担忧。在俄乌冲突期间，俄印贸易额同比增长近3倍。不过，印度外长的行程也让美方感到尴尬。一直撺掇印度加入俄油限价计划的美国财政部长耶伦8号踏上了前往印度的旅程，或就围堵俄石油一事进行游说。在出访印度前，耶伦于7号接受了印度报业托拉斯的独家专访。他表示，印度将从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中获益，但如果印度想使用保险等西方的金融服务，价格上限就适用于印度的购买。对此，印度媒体就注意到，苏杰生在莫斯科还抨击了西方在俄罗斯石油问题上的虚伪。印度是大量的要进口这个石油、天然气的这样的能源的产品。那么另一方面，印度在地缘政治、在这个军事合作这方面和俄罗斯还有着这个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使在美国的这种影响下，他想力推这个印度要做一些改变的话，能改变的这个幅度还是比较小的。好，中央台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孙兴杰，孙先生你好。美俄两国将在近期恢复战略稳定对话，那对此您有什么观察？最近媒体和美国官方已经确认了举行会晤的信息。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是美俄之间唯一的一个军控条约了。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呢，在第一时间就通过外交照会的方式延长了这一军控条约。也可以看到啊，这一条约对于美俄两个核大国以及全球的战略稳定来说是非常必要的。按照这一条约的规定呢，双方每年要举行2次协商委员会的会晤，但是呢，因为俄乌冲突的爆发，双方从去年10月会晤之后啊，就没有再次举行会晤。今年8月的时候呢，俄罗斯宣布暂时退出这个会晤，等到解决了相关的障碍之后，再回到会晤机制上来。现在美方确认了恢复会晤，说明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还在运行之中。这对于维持全球的战略稳定、降低核战争风险还是非常重要的，也可以让国际社会松一口气了。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核武器以及核威慑的问题就一直被讨论。全球核战略平衡是不是会被打破？俄乌冲突会不会引发核战争？或者战术核武器会不会被用于战场？这些问题和风险不仅受到关注，也是切实威胁到了全球安全。今年9月，美国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就透露说呢，美俄高层有过交流和接触。最近美国的媒体就披露说是沙利文与俄罗斯外交与战略高官进行了对话。沙利文也确认了美俄在必要的时候使用了这些沟通的渠道，以澄清潜在的误会，尝试降低风险，并减少动用核武等灾难发生的可能性。从这些信息可以推测，美俄之间在最近一段时间就核武的问题进行了比较密集的沟通。而俄罗斯的外交部在此前发布了阻止核战争的声明呢，似乎也说明美俄之间的沟通是有成效的。现在美俄恢复战略对话，重启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常态对话，我认为至少说明2个问题。第一个就是美俄之间围绕战略问题的对话与俄乌冲突进行了剥离，也就是说呢，美俄之间的核威慑平衡是稳定的，要绝缘于俄乌冲突。再次确认了俄乌冲突是核威慑平衡之下的常规的军事冲突。第二呢，就是俄罗斯有意愿与美国举行战略对话，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之下的会晤是一个开始。俄罗斯高层近期也是密集发出了谈判的信息，比如说拉夫罗夫就在10月末表示说，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内的领导层已经准备好了与西方对话，但只有在提议切实可行，而且相互之间存在尊重的情况之下，才可能举行会谈。如果西方的伙伴们再次提出安排对话的要求，我们随时准备听取他们的意见。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呢，俄罗斯的态度和立场不仅是回到了2月24日之前，也大概回到了去年的状态。
而与美国进行战略对话，无疑是俄罗斯发挥核武大国的地位，巩固世界大国地位，并且在未来欧洲乃至全球安全框架中谋求一席之地的大动作。印度外长苏杰生对俄罗斯进行正式访问，是最近一段时间来印度外交高官首次访问俄罗斯，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那对此您有什么观察呢？自俄乌冲突以来，印度扮演的角色呢也是非常受关注。此次印度外长访俄，也是向外界，尤其是西方国家释放出印度的外交立场，在各方力量之间游走，试图取得左右逢源的这样一个角色。从俄印关系本身来说呢，印度有必要维持与俄罗斯的关系。现在俄罗斯成为印度最大的石油进口来源地，超过了伊拉克和沙特。借着俄罗斯石油打折的机会，印度也是大量的囤货，尤其是七国集团要对俄罗斯的石油进行限价，印度可以进一步获得利益。除此之外呢，俄罗斯还是印度主要的武器来源地。俄乌冲突的战场形态和进程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印度呢，在短期内也不可能摆脱对俄罗斯武器的依赖，因此维持双边关系的稳定，在当下和潜在的利益都是非常的明显的。从俄乌冲突以来，印度也在试图尝试构建更加均衡的外交体系，尽量保持中立和超然的地位，在俄罗斯和西方大国之间进行激烈博弈的缝隙中寻找印度的空间。而俄罗斯和西方国家也的确在拉拢印度，但是如何保持平衡也是个挑战。印度的外交姿态还是比较灵活的。在此之前呢，莫迪就当着普京总统的面表示说，这不是战争时代。这句话也被媒体大量的去报道，似乎表达了印度对俄罗斯的提醒，甚至是批评。但是印度不仅加强了与俄罗斯在经济和武器装备的合作，而且呢也给予了外交的支持。印度外长访俄也算是给俄罗斯送温暖了。苏杰生呼吁进行谈判的立场呢，也与当下俄罗斯释放出的信息是契合的。除此之外呢，印度明年将接任 G20 的主席国，俄印关系就有了多边的含义。俄乌冲突已经对全球的经济、能源、粮食等议题产生了剧烈的冲击。印度作为 G20 的东道国，当然想推动俄乌冲突的缓和，在其中扮演调解人的主角色。当然呢，要扮演这样的角色，需要得到各方的认可，至少是默许。苏杰生的这次俄罗斯之行，也可以看作是一次预热和尝试吧。好，谢谢孙兴杰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